第四，综合性。巫术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还具有综合性，它不再是某种单纯的巫术技艺，而是多种元素的融合。仍以春节为例，它包含了岁除和迎春两个方面的意义。岁除活动又包含了除旧、辟邪、庆祝等多种意味，迎春活动则包含迎新、纳吉、开张等种种含义。其中有的活动具有巫术性质，比如放鞭炮驱鬼魅、画门神镇邪恶；有的则不属于巫术，比如休息、观赏、团聚、宴会，这些出于人的本能需求。即使那些带有巫术性质的活动，原先都具有独立的象征意义，比如做年糕庆丰收、大扫除除旧岁、放爆竹驱鬼魅、画门神镇邪恶、挂桃符避邪力、新年庆贺、新年贺喜求吉祥。经过一代代的承传和演变，这些方面如今大多已成为春节的组成部分，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复合体。在阐述了4个特性之后，展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洞见。在巫术文化中，巫术与非巫术是合一的。有些活动如果就其巫术的方面而言，可以看作是巫术文化；如果就其非巫术的方面而言，则可以看作是非巫术文化。以除夕大扫除为例，大扫除本身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活动，并不是巫术。然而当人们把大扫除与驱邪除旧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之后，原先的非巫术活动就带有了巫术的意味。这种意味体现在大扫除不再是一种可以按正常逻辑任意进行的行为，而必须讲究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按照古老的文化传统，除夕的大扫除必须在新年来到之前完成，大年初一就不能扫地了。扫除的方式也有讲究，必须从里往外扫，必须扫遍所有角落，然后再采取悬挂桃符、猥琐、折狗、撒鸡血之类的手段，以防止邪气的侵入。这些讲究与纯粹的打扫卫生毫无联系，他们之所以必须遵循，完全出于某种巫术性的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成为民族传统，大扫除活动便不再是一般的卫生活动，而成为某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巫术与非巫术融为一体的现象，在古代医药和养生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古代神仙家的辟谷、行气、导引等养生术，其出发点和具体的阴阳五行原则带有浓厚的巫术意味，但在实践中，这些方术也确有对人体有益的一面。三国华佗的五禽戏就是一种由古之先者创造的导引术发展而成的健身术。华佗弟子吴普坚持练习，年90余，尚能耳目聪明，齿牙顽坚。同样，马王堆帛书52病方以及道士葛洪、孙思邈的著作，既包含着明显的巫术内容，如符咒治病法随处可见，也包含着大量的医药经验。将它们完全看作科技著作，或完全看作巫术文献，都是片面的。展一新教授由此提炼出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判断：巫术与非巫术的互相融合，其实是今天的认识，是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认识，而古人的眼光中，两者本来没有界限。当我们立足于文化而非技艺的角度来看待古代的巫术性习俗或活动时，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不能将其中的科学技艺和巫术技艺一一区分开来。如果是分析，那就是巫术归巫术，科技归科技，但那就不再是文化了。这正是将巫术文化与巫术概念相区分的根本意义所在。总结本节的核心论点：巫术与巫术文化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巫术是技艺，其标准是真伪，联想的正确与否决定了它是技术还是巫术。巫术文化是文化的复合体，其标准是存在，它是否成为社会性的现实，是否融入传统与习俗。正因为是文化，巫术文化才具有了民族性、时代性和综合性。正因为是文化，巫术与非巫术才能在同一个复合体中融为一体。也正因为是文化，我们才不能简单地以迷信或科学的标签来对待那些承载着深厚历史积淀的习俗与活动。当我们讨论春节、端午、中秋时，讨论的是文化，而不是孤立的巫术。当我们审视中医、气功、养生时，面对的是一个包含着合理经验与错误联想，并经历千年演变的复杂传统。这个区分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上的澄清，更是一种理解人类文明的必要眼光。